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辛普森家第17季第21集。悠闲假期，小新人瘫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要不是节目主持人说了句快开学了，这家伙估计完全想不起自己还有暑假计划。不过也不单是他有拖延症，老辛普森为完成事项更多，由于时间紧迫，居然把所有的事都压缩在了一天。排在第一的是赢一场棒球赛，虽然这次的对手很难对付，不过小新还是成功接下他的球，伴随观众的欢呼声，他跑完了整个赛道，就这一球就赢下了比赛。看样子这件事也不算太难。接下来是在夏季演出中露脸，要不怎么说小新是个机灵鬼呢？表演的时候不见人，谢幕的时候一个滑跪就冲了出去，还抢走演员们的风头。然后是看一部暑期档大片，这下他终于知道朋友们说的梗源自何处了。饶是他如此精细的时间管理，夏天终究还是一步步远去了。好在太阳落山之前，他还是完成了最后一件事，那就是谈一场夏日恋爱。我永远不会忘记你，许下诺言之后，他又亲吻了眼前的女孩，然后就挥别这段露水情缘。不过他确实也没有内疚的必要，因为这位小姑娘也是在完成任务，亲100个男生，致电计划完成了。小新很是轻松，还跟老爸闲聊起来。辛爸也很是配合，因为他的任务就假装对孩子的事情感兴趣。父子俩的计划完成了，金小妹觉得是时候实施她的计划了，那就是全家陪她一起去博物馆。本来就不情愿的父子俩看到博物馆展出的是女性纺织史，更是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透露出不情愿。小新甚至祈求老爸让他带自己脱离苦海。同是男人，辛爸理解，于是将酒壶给了儿子。然而他还没有喝下去，介绍条幅就换了。武器时，这一下就让小新从地狱拉上了天堂，却将3位女性从云端摔在了地下。小妹看不惯他们这么高兴的样子，就说这讲的依旧是历史。不过他的话注定影响不了小新，父子俩一边玩枪战游戏，一边冲进了展厅。刚一进去，他们就被迎头泼了盆冷水，人太多了，不知几时才能轮到他们。排在最前面的是弗兰德一家，见到辛巴，弗兰德还礼貌地招了招手，这一举动可给了辛巴机会。他带着全家人大步流星走到弗兰德的面前，还说谢谢他帮自己占位置。弗兰德本想跟辛巴讲道理，可人家完全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也是想在孩子面前叫我骗子嘛。亏我之前还听你挡了一发子弹，这可真是秀才遇上兵，有理说不清。弗兰德没有办法，只好放任了辛巴的行为。然而有一就有二，骨头男发现弗兰德将位置让给了别人，于是也几步走上前，插在了弗兰德的前面。后面人也一一效仿，最终将弗兰德挤在队伍的最后一个。他安慰俩孩子，只要我们背过身去，就依然在第一个。父子俩观看了双节棍的起源，传说在数千年以前，一位中国僧人发明了它。这段过程就记录在当时的一件文物上。辛巴倒是不关心双节棍的历史，他只是赞叹3D 电影果然非同凡响，他都能感受到自己切切实实摸到那个花瓶。接着辛巴又体验了一把防弹背心，直到上面已经满是弹口才停手。遭殃的不只是这件背心，还有整个展厅。不过最惨的还是弗兰德一家。等到辛巴一家人都看完了出去，他们都还没有进去。辛巴可能也是真心觉得有些内疚，于是将自己的语音导览器给了他。然而弗兰德听了之后更加气愤了，因为里面就只有2句话：这展厅很不错，这个展厅也很不错。怪事总是接踵而至，好不容易轮到他们又闭馆了。管理员让他们参观剩下的展馆，比如一旁的人类展厅。刚走进去，弗兰德整个人就不好了。进化论，人类早期祖先，吓得弗兰德捂住孩子们的眼睛就出去了，还质问管理员为什么人类的起源里没有圣经。这可就冤枉他们了，圣经的确是提过的。作为对生物起源的误解，得知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就是个神话，弗兰德满脸的难以置信。然而孩子们显然已经是有些相信了。托德还问他妈妈以前是不是只猴子，这话激怒了本就气愤的老父亲。弗兰德大吼道：谁都不是猴子，是上帝带我们来的。但小孩子也不是好糊弄的。托德又开始纠结新的问题，不是宋子鹤带我来的吗？弗兰德没了办法，只得瞎编，是上帝假扮的宋子鹤。谎言圆来圆去，终究还是编不下去了。例行做礼拜的时候，弗兰德将进化论士告诉了牧师，相比于他的愤怒，牧师倒是淡定多了，反而告诉他圣经上面的话也不能全信。这时牧师的妻子海伦支持丈夫继续说下去，他认为这是一个给教堂炒作的好机会，毕竟自从圣主教堂换上按摩椅之后，来他们教堂人就越来越少了。海伦说进化论是个敏感的话题，他们可以用它来鼓舞教众的情绪，这倒真是个振兴教堂的好主意。为了从源头上遏制进化论的普及，弗兰德和牧师直接找到了校长，以烧毁他的租车合同作为威胁，让学校教授亚当夏娃进化论。校长都发话了，老师也只能照办，但终究还是有清醒的人。小妹就不能接受上帝造人论是科学，而一向笨笨的糊涂蛋则自行误车挤大洋都是上帝的眼泪。仅就这门课而言，有声和差生的位置已然对调。金小妹依然对此很不服气，校长又开始传统异能，放录像，视频里的圣经是高洁美好的，而进化论则是邪恶肮脏的，甚至连达尔文都被抹黑成了和撒旦有一腿的魔鬼。眼看同学们就要被骗了，金小妹站出来列举很多进化论的伟大之处。然而一个小学生斗不过校长的，只需要小小的手段就能让他闭嘴。金小妹把学校里的荒唐事告诉了妈妈。对于一个信奉科学人
来说，非要让他觉得所有事都是上帝做的，他可办不到。辛妈安慰女儿，或许2种理论能够取长补短呢，相互矛盾2件事也是有可能同时发生。比如辛爸，他说他在上班，其实他在跳蹦蹦床，他的话并没有说服辛小妹，他让妈妈必须在科学信仰当中做出选择，然后辛妈也跑去跳蹦蹦床了。小新也听了学校的课，不过他的反应没有辛小妹那么大，甚至已经接受了学巨人不存在的事。得不到家里人支持，辛小妹将事情闹到证明大会上，竭力斥责学校将进化论和上帝造人论一起教授。在他看来，这2者是不能共存的，必须将不合理的剔除，教授唯一的真理。学校确实积极采纳了辛小妹的意见，他们现在只教授1种理论，就是上帝造人论。学校还没收进化论的教科书，只有辛小妹坚决不教。他将所有相信科学同学集中在了一起，向他们阅读关于物种起源的理论。然而，还没有读完第1章节，警察要带人冲进了教室，因为教授非圣经的科学，他们逮捕了辛小妹。他们不干正事也不是1天2天了，任凭抢劫超市，枪声震天，他们只制裁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女孩。法庭审判了辛小妹的案子，为她辩护的是自由联盟任命的律师，而起诉她的则是乡村律师。这位对手言谈举止很讨人们的喜爱，连肯特都说，如果这人输了，自己就从陪审团辞职。正式开始辩护，自由律师反问教授，难道承认进化论就意味着否认上帝吗？教授表示并没有，但却说明了上帝是子虚乌有的。看样子辛小妹的处境很危险，对方律师巧舌如簧，连科学家都表示进化论是无稽之谈。他还拿出了证据，猴子和人之间缺少了最关键的一环。乡村律师给进化论下了定论，它就是好莱坞娱乐大众的鬼话。听了这话，原本就偏向上帝的人们，此刻更认为辛小妹是有罪之人。即使自由律师再怎么以理服人，也难以抵挡乡村律师以可爱的小动物来辩论。是谁引起了森林大火，烧死了你的妈妈啊？竟然是进化论！这下舆论彻底倒向上帝造人论的一边。出审的败北让辛小妹万分沮丧，开始认为自己就应该像妈妈说的那样跟随大流。为了心痛，她扔掉了真实的进化论。亲妈看女儿那么在意，就决定看这本书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她直接停不下来了。除草时、洗澡时、打球时，甚至于都不跟辛爸亲热了，整天又沉浸在这本书里，直到将整本书看完，她才放下。她现在已经被达尔文的观点深深的折服了。辛妈找到了依旧闷闷不乐的女儿，说自己想到办法在审讯上帮她了。小新也有一个主意，那就让眼镜仔冒充辛小妹，趁这段时间她就可以逃到墨西哥去。辛妈还是明白了儿子的好意，不过她还是觉得自己的主意靠谱一点。再次审讯时候到了，趁自由律师在场上辩护，辛妈从包里掏出秘密武器，一瓶啤酒。亲爱的，你看，我给你带了一瓶啤酒。作为一个合格酒鬼，辛爸没有丝毫犹豫，接过瓶子又开始拧，不料让他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瓶盖依旧纹丝不动。他人也由开始的兴奋变得暴躁。这时，自由律师询问弗兰德：“你认为人和猿是不可能建立联系的吗？”弗兰德十分肯定，就像他照耶稣讨厌嘻哈那样。不料他正要接着说，却注意到了逐渐猴化的辛爸，这人完全听不进他的呵斥，反而愈演愈烈。弗兰德终于忍无可忍，脱口而出：“你不要废了好吗？你个猴脸大猩猩！”此言一出，将局势完全逆转了。自由律师抓住时机反问他：“你不是说人不可能和猿类有关系吗？”看那张对比图，弗兰德认输了。法官撤销了教授进化论的法令。辛小妹很感谢妈妈为自己做的一切，辛妈也很感谢女儿的书开拓了她的眼界。现在沮丧人变成了弗兰德。临走之前，辛小妹叫住了他，她说：“我尊重你的信仰，我能理解你对他珍视，可学校不是教授宗教的好地方，就像你会觉得教堂不是教授科学的好地方一样。”将心比心，弗兰德终于放下了心结，感叹道：“我希望未来人类能进化的像你一样讲道理。”科学宗教的辩论确实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他们将战场设在了小学，让人觉得荒诞的同时又感觉细思极恐。若是没有辛小妹对于真理的坚持，这群孩子就真的要被伪科学毒害了，或许更严重些，整个社会都会倒退到没有科学的时代，进化论也会变成退化论。再说说时间管理大师小新，他将所有的计划都压缩在1天完成，的确效率很高，但将所有的体验都当作任务，他还能够在其中有所收获吗？我们生活在快节奏的社会里，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在快速变化，快餐式文化，快餐式爱情，仿佛那些热爱的东西都变成了一个符号，而非我们所能真实感受的体验。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过程比结果重要，人生在世，有些事情要用心感受才会知道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